日上午10点40分，在陈郊园艺馆内发生一起命案。据悉，死者是1个月前刚发表处女作小说的新人作家于某。中午12点20分，一位自称是于某男友的男子到诊。尚科长，他是我一个很久都没有联系的朋友。我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再见。愣着干嘛？开始吧。来案子了，大家先了解一下。这不新闻里那案子吗？说凶手已经自首了，是死者男朋友。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失手掐死了死者，然后逃离了现场，但是现场根本就没有发现死者男朋友的指纹。难道是替人顶罪？你去找一下尚科长，看看他有没有新发现。好嘞。莫教授，要麻烦你去现场看一下了。根据痕检回来的消息说，可能又是间密室。科长心情不好。怎么了？刚刚解剖的尸体是科长的朋友。尚科长，你没事吧？死者颜面肿胀，以双眼周围较为明显，上下眼睑和眼球结膜下均散着针尖大小的出血点，左颈留有2个0.5乘以0.2厘米的弧形指甲扼掐伤痕，这说明他在生前曾经遭受双手扼颈。死者叫于磊，预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到7点钟之间。我问过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同事，当时玻璃房内的门窗是从里面反锁的，只能通过密码或者从里面打开。是有路过的行人发现有人倒地才报的警，破窗进入之后，发现死者已经死亡。但他并不是因为双手扼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机械性窒息死亡的死者，尸体体表通常呈青紫色，并且伴有红斑状大面积出血。但是这具尸体不具备这一特征，而是呈现异常的粉红色。粉红色？据我所知，一般这个颜色都是因为一氧化碳或者是氰化钾中毒导致啊。我提取了部分胃液做了药物检测，并没有发现有氰化钾成分的物质残留。那就是一氧化碳。现场的同事已经第一时间做了一氧化碳的含量检测，没有发现超标。这种玻璃房是专门用来养花用的，为了保持昼夜温差，密封性都是第一位的。因为任何的漏风情况都会导致花卉的损失，而且出于防盗的考虑，玻璃房内的门窗如果从里面锁上，从外面是绝对打不开的。有什么发现吗，穆教授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快结案的。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过了，是我杀了小磊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。杨浩，这可是杀人啊！你亲手结束了一条生命，难道一点后悔都没有吗？后悔？如果后悔有用的话，我就不会带他到这儿来发展，这样他就不会变心，不会背叛我们俩的感情，我们也不至于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变心？如果没有那个该死的出版社，还有那个一直缠着小磊的编辑，他怎么会对我突然那么冷淡？打电话发信息都不回。从前我们俩是没有秘密的。你看过他手机里的信息啊？我趁他出去的时候偷偷看了一眼，正好有一条约他出去的信息进来，是没有存名字，但是我知道十有八九就是叫袁杰的那个混蛋。
那你没有告诉于磊吗？我想看看他去不去赴约啊，没想到他真的去了。我气呀！我掐住了他的脖子，我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后来他就没气了。杨浩，你是怎么处理案发现场的呀？又是怎么逃离案发现场的？我没处理啊，我当时怕得很，我只想离开那儿。于磊的手机里并没有这条信息，应该是不想被人知道这个秘密，于是删了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有人动了他的手机。可是杨浩说他一直跟着于磊到了案发现场，这中间于磊并没有接触过任何人啊。也许是那个人在杨浩离开之后再进入的呢。目的呢？替杨浩隐瞒吗？替他自己隐瞒。当杨浩进入现场看到于磊的时候，他极度慌乱，他并没有去确认于磊是否真的死亡，就逃离了现场。之后，这个人进入现场并完成密室，所以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凶手。谢谢。这个袁杰确实是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啊，不过3个月以前已经离职了，准确的说是被我们给辞退了。能跟我们详细的说说情况吗？3个月前，我们的审核当中发现，袁杰把姜老师的这个新书的预付款给私自挪用了。结果这个袁杰好像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，以为姜老师跟我们出版社说了些什么，一直扬言要让这个姜老师付出代价。那您知道袁杰离开出版社之后去了哪儿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人事那边应该有他的住址吧，换没换就不知道了。那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查一下？好。今天就有星海新书的签售会。哎呦，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！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，今天是我的新书《星海》的签售会。在此之前呢，请允许我在这里先缅怀一位刚刚离去、天赋异禀的作者，我的助手于磊。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惨剧。他的离去，不仅仅是对我个人，对于整个文学界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和遗憾。这部作品从酝酿到成书，袁杰对吧？别出声。大概用了3年多的时间。我的心路历程，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在我的作品里分享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会还给你的，先跟我走。谢谢。不是，我兜里揣打火机不犯法吧？你别狡辩了，那书稿里夹着的刀片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我那就是想吓唬吓唬他。江城才是害死于磊的凶手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袁杰，我知道你因为被解雇的事儿一直憎恨江城，但是杀人这种事儿，我劝你还是想清楚了再说。我有证据，那个手稿就是证据。这不是江城的新书《星海》吗？这不是江城写的，这是于磊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，是他向出版社投稿的第1个作品，写得非常的棒。编辑老师您好，这个是我的手稿，拜托您了。搁这儿吧。
你还有事吗？我的稿子会不会也像这些一样，您看都没看过一眼就直接丢进废纸篓里了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认真看完你的稿子。谢谢您。于磊跟我说，他的理想是成为职业作家。现在像他这样有志气的年轻作家不多了，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读了他写的小说《星海》。我没想到，于磊这么的有才华，这部小说肯定会轰动业内的。我决定不遗余力帮助于磊出版他的小说。那我的稿子有机会能出版吗？我已经把你的稿子呢报给总编了。我相信啊，以你这部作品的质量，可以轻松过关。总编，您不是也看好于磊的作品吗？怎么这次计划出版的名单里没他呢？现在咱们出版行业这么萧条，哪有资源可以让出来给一个新人作家？再说了，江澄老师的作品马上就要出版了，如果说这个新人的作品卖不出去，这个责谁负？你想想啊，哪个刚入行的作家想出来，那不都得熬几年呢？江澄老师那边还缺一个助理，如果你要是真看好那个小姑娘，可以让她去试试。不要紧的，其实我早就意料到了。您放心，我不会因为这点小挫折就放弃的。还有件事儿，江澄老师呢最近在招助理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有，我愿意跟在他身边学习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这是一切错的开始。之后都发生什么了？之后我跟于磊没怎么联系了，直到3个月前，我在公司的新书出版计划里又重新看到了星海的名字，只是最后的署名作者变成了江澄。江澄夺走于磊的作品，你一定要站出来指认江澄，我全力支持你维权。你总不能让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作品让别人夺走了吧？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？怎么能够算了？这样，我有律师的朋友可以帮忙，费用的问题你不用担心。不是费用的问题，是今天即便我赢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以后还有哪个大出版社敢跟我合作？而且，江老师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今天就算我的作品独立出版，我也未必能收到这么高的版税。他需要的是名，我需要的是利，我们只是各取所需而已。所以我就气不过，我就想去搅一下他的新书发布会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相信我，于磊真的不是我害的。后来你跟于磊又见过面吗？没有见过面了，我都是在电视上知道他去世的消息的。昨天下午你在哪儿啊？昨天下午啊，昨天下午我在酒吧喝酒。微微，帮不上你们什么忙，也就只能在下午茶这件事上支持一下你们了。谢谢。这就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这么多书啊，都是江澄的。来，你坐下来，我慢慢跟你说。你看，这些是他刚出道的书，这些是近2年的。对比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他近2年的作品，不管是标点还是断句，都更加的多，读起来也不那么晦涩了。你能不老把他的话变成你自己的再说一遍吗？谁说都一样，说明白就行了呗，是吧？这几年的书都不是他写的。就凭几个标点和断句吗？一个作家对于标点和断句的运用是由他的语感和写作习惯导致，一般不会发生变化。而且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惯用词，这几年他作品里出现的高频词和前几年的大相径庭。不至于吧？江澄也算是知名作家，他这么做就不怕被别人发现吗？
江县右手受伤了。的写作了。的书。你想找哪一本？他自己写的那本。江澄先生的书都在那一排，你慢慢看。不用紧张，只是想跟你再聊两句。你跟袁杰。来到另一个地方，想成名的人多的是。你以为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是靠自己本事成名的呀？啊，你怎么？
袁杰的不在场证明被推翻了。你看，这是酒吧后巷的监控视频，视频中显示，袁杰是在6点20分的时候到达酒吧的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之前，他完全有时间作案。还有，彪子那边恢复了于磊手机之前被删掉的那些信息，事实证明，当天约于磊见面的人就是袁杰。立刻带他回来。即便你把云备份和手机里面所有的记录全部都删除，但 SIM 卡上依然会留下痕迹。当天下午约于磊见面的人，就是你。我那天确实跟于磊见面了，但人真不是我杀的。我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一片狼藉了。于磊已经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立刻报警呢？害怕，我慌了，我就把手机里的记录都删了，然后把指纹都擦掉了。那你怎么确认于磊当时已经死亡了呢？当时他的身体都凉了。我完全懵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觉得我喘不过气儿来，我也觉得浑身发凉，觉得那个屋子里特别冷，特别闷。体温、失色，不是一氧化碳，也不是氰化钾。去花房吧。木木，你看了半天，倒是说句话呀！当时第一批来到现场的人有没有测试当时房间的二氧化碳浓度？现场的同事根据尸体的体色，只检查了一氧化碳的浓度，并没有超标。再说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容易缺氧的密闭空间，测量二氧化碳。干冰。这样的话，于磊真正的死因依然是窒息，只不过不是恶警导致的机械性窒息，而是由于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引发的环境性缺氧而导致的窒息。尸体呈现的粉红色，并不是因为一氧化碳或氰化钾中毒引起的，而是大量干冰在气化以后导致体温骤降。袁杰看到昏迷不醒的于磊，误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但当时房间的二氧化碳并没有达到致死的浓度。袁杰离开以后，于磊曾经一度恢复意识，而且还留下了死亡信息。哦，那这样一来，袁杰也排除了嫌疑。那真正的杀人凶手到底是谁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。有什么能帮你吗？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请问于磊是不是之前来找过你啊？没有。如果你想让那个人被绳之以法，你就告诉我们真相吧。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，也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你放心吧，好吗？
们跟我来吧。穆教授，你过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找新的犯罪嫌疑人。不是不允许向外人透露案情吗？你不会是怀疑我就是凶手吧？于磊是我最看好的后辈，也是我的得力助手，我有什么理由杀他呢？况且前天下午我在参加研讨会，中间根本没离开过呀。不需要在现场，你也可以杀人。哦。这是一个利用手机程序就可以进行远程控制的种树开关，一般被用于大棚植物的自动化种植管理。而你，就是利用这个开关远程控制，将提前放置在加湿器中的气体放出，完成杀人。你是说，凶手是通过释放有毒气体杀死了于磊？不是有毒气体，是干冰。你提前在加湿器中放置固态的干冰，只要启动这个开关，加湿器就会喷射出大量气化后的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沉积，造成下层空间的氧气减少，使人窒息。这种方式挺理想的。为了证明这个方案的可行性，我们做了实验。一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0.1%，当浓度达到0.3%的时候，人就会呼吸困难，血压升高；而浓度继续增加，达到0.8%的时候，就会造成人的窒息死亡。即便浓度可以达到致死的程度，那么这么大的雾，房间里的人发现不了吗？这也就是为什么凶手要把干冰放在加湿器里的原因。加湿器喷出的水雾和二氧化碳气化后的形态相似，只要把其他加湿器一起打开，并把功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，一般人感觉不到危险。这不过都是你的推测而已。如果干冰气化之后可以消失不见，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证明凶手是用这种方式杀的人呢？再完美的犯罪，也会留下痕迹。这是我在加湿器喷口发现的被冻伤的花瓣。所以呢？被冻伤的不止花瓣。还有凶手的手。你的这个伤口根本就不是煮茶时烫伤的，而是在搬运干冰的过程当中被冻伤了。虽然形态相似，但只要找法医检验一下，真相就会大白。还有什么想说的，姜老师？
是他逼我的。其实他和袁杰一样，都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吸血虫。如果没有我把他们的作品推广出去，又有谁会去看他们的小说呢？他们只会被丢弃在一个角落里，被人遗忘。真没想到你到这个时候还要演戏。你杀于磊，难道真的只是害怕自己抄袭和找人代笔的事实曝光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江城，你涉嫌故意杀害于磊以及性侵多名女性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那天于磊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不小心发现了我的秘密。小鱼，你怎么了？于磊，于磊，于磊，把东西交出来，要名要利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个恶魔再得逞！我要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你要是交出去了，所有人都被你毁了。毁了他们的人是你，我要做的就是阻止悲剧再发生。江城，你就是个混蛋！出来！于磊，于磊，于磊，于磊！行，既然你做的这么绝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要怪就怪于磊太固执。如果他把那个相册给我，我也就不会杀了他。等我布置好一切，我便来到画房对面，安装好摄像头，以便监视到画房里的一举一动。没多久，于磊就来了。我从手机监控中看到他没锁门，结果于磊的男朋友突然来找他，我只好先暂停计划，伺机而动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在等袁杰那个王八蛋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以前什么都告诉我，现在你什么都不告诉我。那是因为你总跟我发脾气。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弄疼我了！你告诉我袁杰在哪？你弄疼我了！你弄死我！你不跟我，你也跟不了他。当于磊的男朋友把她掐晕后，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，所以我就打开了加湿器，释放了干冰。没想到袁杰来了，我害怕他破坏我的计划。没想到这个胆小鬼竟然重新擦了一遍现场才离开，而且走的时候他还把门关上了。那个人已经被抓了，你放心，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公正的判决。我们也希望你能勇敢地站出来，指证他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我要亲眼看到那个禽兽接受惩罚。薇薇，你放心，于磊用生命保护的东西，我一定好好处理，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一片心的。
谢谢。就这样啊？谭佑，这一次我还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了。我请你吃饭啊。你请我吃饭，我没听错吧？没听到算了。可以啊，小柚子，这简直就是奇迹的发生。喝什么喝？赶紧追呀！哦，金董您好，您是？我是这次瑞士银行总部改建工程的设计师李彦俊。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练琴。哦，你们练吧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能不能把你的手机收好？每次都让我给你背。哎呀，重要的东西放你那儿，我放心嘛。你家钢琴在哪儿？我上大学以后，我爸就让人把钢琴搬到这屋来了，后来我就再也没弹过了。其实我们都把问题想复杂了。乐器想说的重点，并不是那首曲子。你再弹一下。把刚才那小节再弹一遍。这个音好像有点不太对啊。李老师怎么了？你是？啊，我是他的学生，他以前教过我，今天恰巧碰到了。我是警察。我是李老师的丈夫邵运，这事太奇怪了。曼君绝对不会自己主动吃头孢的。您别着急，您慢慢说，方便跟我说一下详细的情况吗？今天上午曼君有课，可她中午一直没有回来，直到学生下午来上课，发现门打不开，就找保安把门撬开。打开后发现他晕倒在地上，就拨打了120，还好抢救及时，要不然，唉。邵先生，您先别着急，我想问您个问题，您别多心啊。厉老师有没有可能是想自杀呀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刚刚任命为领队老师，还要带学生出国参加舒曼国际音乐大赛，怎么可能会自杀呢？老高，我问了保安，他说这间教室自从李老师住院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进来过。我也看了监控，证实了保安的说法。我仔细看了一遍，房间内没有发现任何头发痕迹，只有这些。这是一家甜品店的包装袋。我一会儿去查一下。这个是厉曼君的吗？应该是的吧。刚才好几个人都说过，厉曼君有非常严重的洁癖，常年戴着一副真丝手套，从来都没有摘过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记得我学琴的时候，厉老师可是没戴手套的。那就不知道了。反正他好几个学生都说，他自从在这儿任教就已经有这个习惯了。
这厉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手套的呀？好多年前了，发生个小意外，手指被伤了。什么原因啊？都过去好多年了，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真是挺可惜的。会亲吻自己的手，他觉得那是上天馈赠给他最好的礼物。那时候琪琪特别崇拜他。喂。这是石启记甜品店的点心盒。根据监控录像显示，昨天上午您到过店里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去给曼君买吃的，他很喜欢这家甜品店的点心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监控显示，除了甜品店，您进了旁边的一家药店。您去做什么？我最近牙有点痛，医生给我看。他选择去德国深造，我知道，以他的天赋，他一旦离开，就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可能我们得让你多留一会儿，因为再过半天，药检结果就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手套指腹部位检查出了头孢类药物的微量残留，残留物质在手套的内侧，而点心的淀粉和糖类的成分却粘在了手套的外部，所以，明白了吧？我排查了厉曼君的社会关系很单纯，没有什么矛盾纠葛。怎么办？完全没有头绪。有一个点我一直很在意，手套。但默默，你别忘了，正是因为手套，才证明了邵韵的清白。药物沾染在手套内部，
这就说明厉曼君曾经脱下过手套，接触过敏源，然后又戴上了手套。他并不像传闻中说的那样从来不脱手套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能让一个害怕暴露手指残缺而从来不脱手套的人脱下手套，这就意味着一定有人曾经让厉曼君脱下手套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邵韵曾经跟我说过一嘴，厉曼君背叛了他。这个人就是突破的关键。啊！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，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。佛把我化作了一棵树，长在你必经的路程。别读了，再读我快吐了。我不行，我浑身鸡皮疙瘩也快掉一地了。你看看，他给厉曼君的手机发了这么多老掉牙的情诗，下了不少功夫在网上找吧。从恢复的手机数据来看，基本上是一收到就被删了。彪子，你查一下这个手机号机主的身份。早就查好了，就这小子。那首诗是我写的，没错，我就一时没忍住。不过我后来就没有再发了。怎么不发了呢？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一天10几首、10几首的发。因为厉老师跟我说，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那你觉得他喜欢什么类型？不知道了。不过我觉得厉老师心里肯定是有人了。我就跟他说祝你幸福，他还笑我来着。所以说你们不是情侣？我倒是想来着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为你勇敢的爱点个赞啊！谢谢你的配合。我对比了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。7月6号，贺伟第一次给厉曼君发情诗。短短1分钟之后，邵韵就打来了电话，通话2分钟挂断，之后又打了10几通，厉曼君都没有接。7月11号，贺伟又给厉曼君发来了情诗，如同一个吻，封缄你的嘴之后，紧跟着，邵韵又打来了10几通电话，这就很明显了。邵韵监听了厉曼君的手机，只要有人向厉曼君表白，邵韵都会失控。在贺伟之后还发生过2次，你们看这一串电话。第2天，厉曼君就去法院申请了离婚。可是，在那次电话轰炸之后，厉曼君的手机就很安静，再也没有什么短信和电话了。我知道了，新的表白者不是用手机在跟厉曼君联系了，而是直接跟他见面。邵韵监听过厉曼君的电话，我们可以去找他。在我的犀利质问下，邵韵终于承认，他一直在监听厉曼君，并且还有录音。1个月前的一个下午，他听到了一段话，于是跑去质问厉曼君。厉曼君直接提出离婚。这是阿贝格变奏曲，这个演奏水平是准大师级。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是我的光明，我的缪斯，你现在是我活着的唯一意义。你让我看到了10年前的自己。厉老师居然主动追求别人啊！邵韵为此跟厉曼君大吵了一架。监听的事儿东窗事发，厉曼君勒令他删掉所有的监听程序，并起诉离婚，于是他才乖乖删了。
也不知道这个地下恋情发展的怎么样了。阿贝格变奏曲，缪斯，这是一首献给阿贝格夫人的爱情曲子。这首曲子的作者舒曼也是手指残疾，厉老师估计把自己带入了，他觉得自己就是舒曼，而他表白的对象激发了他创作这首曲子的热情和灵感。这样吧，我去查一下，当天厉曼君都接触过什么人。我记得你不是每周3都有课吗？这个学期学校课表换了。哦，你爸身体好点没？好多了，过2天就能出院了。那就好。你钢琴弹得不错啊。我不行，我比琪琪差远了，她比我有天赋。当年我们俩为了在学校的联欢会上演出，苦练双钢琴协奏曲 K448，那会儿真的是热血青春啊。我们应该好好聊一聊。其实我……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要不我先出去？少废话。名单找到了啊。但我觉得这次啊，你猜错了，因为当天下午厉曼君一直在琴房跟学生1对1的授课，因为时间太久，所以拿不到全部的名单。只能拿到那段时间里厉曼君的学生的名单。怎么全都是女生啊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。但是表白就是在这天啊。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？可能这个表白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表白。阿贝格变奏曲。名义上是献给阿贝格伯爵夫人的，但其实是舒曼献给一个在舞会上认识的名叫阿贝格的少女。我听了那段录音，只是厉曼君一味的在倾诉，对方完全没有回应。所以这个人，要么就是和他很亲密，要么就是和他有矛盾，甚至冲突。听说你跟厉老师关系不好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有人证实，在厉曼君出事的那个上午，你们在1对1辅导的时候大吵了一架，之后你甩门而出。当天下午，厉老师就被送去了医院。对于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干的？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是我的光明，我的缪斯，你现在是我活着的唯一意义。你让我看到了10年前的自己。这段录音有印象吗？当然有啊，听得我一身鸡皮疙瘩。你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吗？是我。还有事吗？好的，谢谢配合。左哥，他都承认了，你怎么让他走了？他在撒谎，他的表情、动作、语气都告诉我，他在包庇那个真正的阿贝格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也撒过同样的谎。那2个同学是你打的吗？是我啊。这件事儿学校会处理的。
你这几天最好给我老实点。秦总办，好。你刚刚跟老师胡说什么呢？我说是我干的。你是不是傻啊？我是傻。要不我再把他叫回来试试，能不能让他说出那个人是谁？没用，不管你怎么问他都不会说的。要保护就会保护到底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问一下他身边最亲近的朋友。我刚才听了录音，那首曲子太难了，不可能是厉满军弹的。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。以他现在手指肌肉的条件，根本无法完成这种水准的演奏。那会是谁呢？今天这场临时的钢琴水平的考试，成就会记录你们本学期的基点。下面我宣布考题：舒曼的《阿贝克变奏曲》。刘佳明，我去找刘佳明。不是刘佳明。不是刘佳明，刘佳明不是第1名吗？这是上个月的成绩。白青，96分。一个人的钢琴水平会在短短1个月里从96分变成61分吗？他是在掩饰自己真实的水平。我查了一下白青的资料，彻头彻尾一学霸，每年都拿1等奖学金。但是由于性格比较孤僻，所以在学校里面没有什么朋友，但是社会关系还是很清白的。这是我唯一能找到他跟厉曼君2个人在同一画面里的。这是学校食堂。停。回放。再往前的。停。怎么了，木木？你发现什么了？水杯。厉曼君拿的是白青的水杯喝水，但据我所知，厉曼君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用别人的水杯，除非这2个人关系亲密。这确实是白青的水杯，而且白青每天带在身边。难怪我们当时没有找到药物来源，因为厉曼君喝完水之后，白青就把水杯拿走了。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是我的光明，我的缪斯，你现在是我活着的唯一意义。厉曼君这段话是对你说的，对吧？是。能跟我说说你们的相处方式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说，不着急。我很感谢厉老师，是他让我发现自己的天赋。那一次，他听我弹完阿贝格，他就特别的激动，说我让他想起10年前的自己，但是现在的我还不够完美，
只要听他的话，就能够完全的展现自己的天赋。他还说能送我去柏林深造。那是他的梦想，他一直想去柏林，但是后来因为手指残疾了，就没去成。我是真的很想去，所以厉老师说什么我都会听。但是有时候我有点怕他，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控制欲。有一次，我和朋友表演一首双钢琴奏鸣曲，老师1个礼拜都没有理我，我害怕，所以我跑去找他道歉。结果他说，我只能是他的，我是他的影子，是他的镜子。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已经不是自己的，而是被他捏在手心里。那你是用什么方式让他接触到他原本不该接触的东西啊？不是，我不会伤害李老师的，我根本不恨他。有音乐天赋的人不少，如果没有机会的话，是不可能有未来的。所以我打心底的感激老师，我是不可能会去伤害他的。但你是唯一有机会让他接触到郭敏媛的人。不可能，那天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根本没有碰过我的东西，真的，他什么都没有碰。好，具体情况我们警方会进一步核实的，谢谢你的配合。白青的个性非常容易受刺激，在应激状态下就会做出矫枉过正和非理性的举动，从而露出马脚。那欲盖弥彰的61分就是明证。按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是唯一有可能给厉曼君下药的人。你刚才已经刺激到他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等着他自己做出反应。盯得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我一男的在女生宿舍楼下能盯得怎么样？白青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上上下下往外扔了不少东西呢。小柚子，组织上现在要交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，把白青扔的所有的东西，一样不落的把它捡回来。去吧。哈哈，行，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全是我的。你都没看见，刚才多少小姑娘过来跟我搭讪，找我要微信。我会把这些话原原本本的学给尚科长听的，别做梦了，去吧。哎，别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工作特别认真，根本没有理他们。哦，而且我打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10天后，舒曼国际音乐大赛将在柏林举行，白青代表学校参赛。哎，彪子，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彪子说，白青刚刚订了一张去柏林的机票，咱们动作得快一点了，快去吧。我们到底在找什么？木木说，白青受了刺激，一定会做出很多失常的反应，暴露自己。他扔了这么多东西，不为别的，只求心安。
了什么？停！顾影不是在校外租房吗？他回宿舍干嘛？这又怎么了？难道是回来处理什么东西？你和白青关系很好啊？老同学，怎么了？我们查过你的消费记录，发现你每样东西都喜欢买2件，一件你自己用，一件给白青。但很奇怪的是，有一样东西你只买了1件，而且这件东西不在你的物品里，在白青手上。啊，我不能帮他买东西啊。我的同事刚刚告诉我了，白青已经都说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不好意思，这个就不方便告诉你了。他说什么了？谢谢你。他胡说八道什么了？厉曼君都是为了他好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他现在已经完全被厉曼君蛊惑了，我要让他清醒一点，我要让厉曼君永远离开我的白青，永远。厉曼君纵使不对，但你也要为你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可以啊，我无所谓。你们现在把白青放了，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不希望任何事情影响他的人生。你要早能这么想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了。厉老师现在是被抢救过来了，如果要没抢救过来，他真的死了呢，你的人生又将如何？友情绝对不是占有，更不是控制。不要用爱当借口，伤害最亲近的人。
你不是一直问我，齐一给我打的最后一通电话里都说什么了吗？我已经告诉你了。莫扎特 K448。对。他跟我说：“你还记得咱们当时弹的那首曲子吗？我真想再跟你弹一次，一定要再弹一次。”喂，琪琪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！对不起，我可能回不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还记得我们当年一起弹的曲子吗？好想跟你再弹一次，一定要再弹一次啊！喂，喂，很快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了邮轮爆炸的新闻。英国警方认定那是一场自杀式袭击，凶手已经被炸成了碎片。但是我不相信。我能感觉到琪琪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刻，他已经置身于危险之中了。现在想想，他让我陪他去英国，可能都是计划好的，就是为了要去见那个他要见的人。可是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。你怎么知道他说那首曲子就是莫扎特的 K448？我当然知道，那首曲子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一起练过的。他很聪明，当时他的手机可能已经被监听了，所以才利用和你的共同回忆来传递消息。可是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到底要跟我说的是什么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以为在他的钢琴里，但是一无所获。后来我又想，会不会是在琴谱上有什么文章？但是依然没有什么线索。我很清楚对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，但是不管对方是谁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。穆教授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